嗨，这里是双蛋，一个每天陪你听懂你喜欢的歌的音乐制作人。那今天我们要完完整整的盘点一下肖战在2024年底发布的这张专辑《我们》，其中包含一首 intro、10首完整音乐和一首 outro。那这张专辑里面还有6首音乐，对应发布了非常精美的 MV。这张专辑发布以后啊，不只是听众反馈极佳，国际上的奖项也是拿到手软。那这期视频呢，我们会先从这张专辑的幕后制作花絮开始了解，然后再来完整的听这张专辑，看看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听感。视频比较长，记得先收藏再点赞。那我们开始吧。这个应该是片场的一个记录哈。哇，这是每一个 MV 都搭了这么一个，大概应该是28米乘28米的片场。哇，这是那个往上走的那个，不要回头。这真的都是实景啊，我以为是特效哎，这个不要回头那个地方啊。这是那个我们的那个开头那个隧道是吧？全是实景啊，我真惊了。我以为是类似就是像《流浪地球》那种电影里面那种特效啊。这是直播还是回放？这是直播啊。这不是花大价钱了，这个是对艺术的追求啊。因为做特效是非常简单的，做特效是可以不用担心说 NG 啊或者怎么样。这个都不是钱的事儿，我觉得肖战不差这个钱，但是这个是追求。拍电影我感觉都到不了，就这个有点疯了，我感觉啊。这个视频咱们先完整看啊，完整看完一遍之后，咱们等会儿暂停着看一看每一个景。我天哪！那这10条 MV 就不在同一个时期拍的了，还是说同时就是找了一个这个电影基地，找了一个影视基地，把10个这个片场全部都陆续搭出来，然后一点点。哎，这个我没看过哎，这个钢琴上滑下来。跨越好几年，就是一个一个来的是吧？对，这部专辑是免费的啊。这个如果直播间有不是肖战粉丝的，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肖战在去年年底发行的一张专辑，叫做《我们》啊。然后我们现在看的是这张专辑的 MV 的拍摄花絮。这张专辑首先它的这个是我刚刚 read 的那个按开关的。首先这张专辑是在整个这个音乐产业里面质量顶到天花板的一张专辑啊，无论是音乐性还是艺术性还是视觉上的这个可欣赏性啊。然后最重要的是这张专辑它没有像其他艺人发行的时候搞个什么首发什么9毛9、9块9，这张专辑是全免费的，从音乐到 MV， 音乐的每一秒 MV 的每一帧都是免费的。我们再来看看这条视频啊。这个是我们看它一点点搭出来啊，看看长什么样子。哦，这儿能看出来样子了。往前退一点，还认不出来。哦，这是反的是吧？对，听是免费的哈，喜欢的话可以买那个黑胶专辑啊，黑胶专辑的音质听起来肯定是更加有质感的。这个上面这个隧道是他最开始走的那个地方对吧？
上面那个隧道，然后，所以咱们现在看到这个场景跟 MV 里面那个角度是，后面的场景是都在左边的这个生化舱里面，是吧？那右边这个背景是干嘛的？右边这一块是最后逃出去那个实验室吗？哦，这都是实景啊！不是正常来讲，因为我也是电影导演，就是正常我们拍啊，前景离得近的，跟人啊，跟这个就是装置有交互的部分，我们就做实景，然后后面就直接就是蓝幕绿幕了。大家有看过那个拍电影的那种蓝幕绿幕吧？整个影棚里面都是蓝色、绿色，然后上面标着那白色的十字。那远景那飞船还搞实景啊，玩命了！就这个东西，我觉得是最没必要搞实景的，因为这是个 CG 啊，就是我们叫 CG， 叫 Computer Graphic， 就是这个东西它没有必要搞实景，这是花钱啊，这个就是有点钱多了。哇，这全是实景。漂流，再回看一下漂流这一个篇章里面，我感觉就是大概可能会有1000到2000个小玩意儿哈，我们生活里的这些东西，车、杯子，这个插头，我在看 MV 的时候我都没有注意到，是我在发了这个插头呢？这个插头我看 MV 的时候我都没有注意到，是我发了那个视频之后，评论区大家打出来的，说那个插头就是纵使肖战往上爬，对吧？拨云见日，最后突破了这个云层，找到光明，但那个插头他坐在那个电缆上的时候，插头还是松的，就是危险依然存在，是这个意思吧？大家在评论区分享给我的这个插头是我从评论区里面学到的。你接着看，哦，这是那个沙发，看着像宜家的那个宜家里面的沙发展柜也是这样子，是吧？这是全都是那个电子数码的那些东西的，电话、电视、台灯。这个是他从那个里面走出来的时候的那个地方，是吧？沙发分你一个，好的呀，沙发分你一个。这个不会是水吧？还是地面是那个镜面地板啊？我再看一眼。好像是水哎，因为不是所有的地方都反光啊。啊，镜面地板，这要是水还得了？这是真是水还是什么？有知道的吗？是水是吧？给人影棚淹了啊？哪影棚让这么干啊？不，那这个水怎么兜住的？就直接在旁边就用水泥和砖直接砌一个那个小的这个沿儿嘛，然后把水灌进去啊？不，水成本最低确实是的，因为如果是用镜面地板的话，每一次这个拍摄完之后就要去擦，铺了布，小水池，咱把这小字去了吧。这个宽度跟大家讲，起码还有40到60米了，这可不是小水池，这里面哪怕只有10公分的水，估计也要40米乘40米，1600平方，10厘米0.1，那也要数学不好，不好意思，这是多少吨水？谁会算呢？不是这，哎呀，这是真的呀！哦，这里也想起来了，不要回头，刚开始那个地方，往出走是吧？一道光，经费在燃烧，我真服了。我们来看啊，这个不要回头，我印象非常非常深的一首 MV。咱们现在看的是肖战的我们这张专辑的 MV 拍摄的幕后啊，就是直接用钢丝吊的这么一条路。这条我记得当时大家跟我分享，这是一镜到底是吧？
这个是拍了得多久啊？6条 MV。那哎，我问问，剩下4条是没有 MV 了吗？还是说还没弄出来？是还没生产出来，还是说就只拍这6首了？这个摄影棚巨大，对，这个摄影棚巨大，这肯定是国内这个数1数2的这个影视基地了。这不是一个棚啊，它这个 MV 的话，应该是比方说在一个棚在1号棚拍完之后，2号棚再搭，然后2号棚再拍完之后换1号棚，甚至是它可能3个棚再轮着再这样子。大概一般我们会这样去做，这样效率啊，整个组的效率是最高的啊。剩下4首是没有了。这太恐怖了，这哪叫置景啊？这不是建了个城吗？哎呦，哎，这个应该是糖，大家知道吧？就是拍这个电影里面，如果是打碎玻璃的话，一般是用糖做的。看看肖战打糖。哦，他还要回来看看。这个太极致了，这个太极致了，很多就是我们这一条 MV 我比较熟悉的，就我觉得里面很多景，在我第一印象里面，我觉得是没有必要去做 CG 的，不是，是没有必要实拍的，就是直接用电脑特效去做就可以了，因为打糖，对的，这个应该是糖啊，不会用玻璃去打的，就是你电脑特效这个东西，你很容易成，就是你全部都设计好了之后，你只要花时间去渲染就可以了。可能渲染上面会花一些成本和时间，但是你真拍的话，你比方说，有一些 NG 的一些小的瑕疵啊，或者怎么样，你重拍，有些景你重拍，它就是人重新走一遍而已。但是有些景你重拍，要意味着比方说一些爆破的道具或者一些其他东西要打扫干净，然后再重新再来，这个就很恐怖。成本、时间的成本，或者说是这个物料的成本就非常恐怖。什么糖啊？就是我猜他那个打的那个玻璃应该是糖啊，因为一般来讲，对，糖化玻璃，一般来讲这个打碎玻璃都是这么做啊。这身在影棚里面就很热了，很热了，不知道几个人拍的，反正影棚里面他穿这一身，那么多灯啊。哇，这个玻璃上的这些斑驳的细节啊，这都是美术老师做的。打那个糖手不疼的啊，相当于打薯片。这些肖战肯定是拿手了啊，因为他这个影视方面，影视演员出身，他这个影视方面也是，这个没有任何没有任何可以被质疑的地方啊，实力肯定是了得的。耀威啊，那这个大手是怎么回事呢？大手应该是特效了吧？这个应该是特效吧？那个手不会是真的吧？我天，从键盘上直接滑下来。哎，裤子都要磨烫手了。沙发，刚刚谁要沙发的？要沙发的扣1。这么多沙发，咱直播间一人一个差不多吧。抢不到沙发的抢个垫子走。这个我就有点不理解，这是凳子怎么固定的呢？这也有点危险的哈，再看一眼。一串凳子。想要绿色的花朵沙发，这是钢丝都捆好的是吧？哎，这个是我在这首漂流里面最喜欢的一个瞬间。哎，我喜欢这个，再看一眼。所以我剪视频的时候，我把这个剪得开。
那个绳子上面我看着好像也不好站啊，那个红白电线啊，不算很粗壮哈。这个意象我当时我就觉得绝了，就是那个开关嘣，这是不要回头。为什么 off 是亮了？再看一眼。哎，对耶，这个有人知道是为什么吗？为什么按到 off 是亮了？这个我没看到，没关注到。为啥呢？为什么按到 off 是亮了？寓意是什么？我真的超喜欢这个镜头，我觉得这种就是它是一个以点及面以小见大的一个艺术表达。哦，所以正片P 掉了 off 和 on。好，我知道了。等会儿要看正片，等会儿看正片，是个小瑕疵是吧？对，这种瞬间点亮世界，你每一个人可能对于这一个镜头都有不同的理解，但是所有的理解都是殊途同归的，就是要依靠自己内心的力量去点亮你想要的那个世界。啊，这个应该是个 bug 啊，等会儿我们看看正片，这个还挺有意思的哈。刚才谁提的时候 off 是亮了，太逗了。继续看啊。对，我看到这个 MV 我全看完漂流这个 MV，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个，因为每一个人在经历自己人生的低谷期，每一个人在经历这种困难挣扎期的最后，你一定都期待那一下。不管你是一个高考的学生，你是查高考成绩点下查询的那一次，对吧？还是说你是一个工作，或者说是提交了这个什么这个升职申请，或者提交了年度报告，你点开那个回复邮件的看到那个等级的那一下，就每个人其实在人生里你都有无数次去按下这个开关，你一定是期待的。所以这个漂流那首 MV， 我在看到这个动作的时候，我真的就是自己的经历，这些年也有这样的一些瞬间，然后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瞬间。不要回头，就是那个隧道啊，达利园效应啊，开个玩笑，丁达尔。这个今天还早哈，能点外卖的给自己点个达利。条就纯看肖战的内心世界的构建了，因为在我目前看到的这些 MV 的置景里面，这一条的置景是最脱离就是 MV 要表达的意象的。这一条里面就其他的置景其实是把 MV 要表达的意象都在现场里面去具象化实现的，比方说那些装置、道具、灯光、氛围这些东西，但这一条只有这条路，远处所有的东西全部都要靠肖战自己去想象，所以这一条是非常非常能够看得出肖战内心世界的这样的一个构建的想象力的。而且这一条，这个我记得我们第一次 read 的时候，我们大家一起看的，他从头到尾肖战内心世界的经历是不一样的，大概可能4到6个时期这个过程中，拍的这个过程中，没有人会给他提词，没有人喊他说啊你该笑了，该哭了，该纠结了，该惆怅了，对吧？全靠他自己听着这个音乐在带这个内心世界的一个推演。所以这一条你们看，只有这条破路，肖战要在这个上面一圈一圈的转，一圈圈的转，然后马上会剪到那个 MV 的眼神。我们看一个特写，这个真的绝了！你看他的眼神，他看向远处的时候，跟整个 MV 里面的这个虚拟的这个世界是完全匹配的。他的眼神无论是期待也好，还是仰望、眺望，还是怎么样，每一瞬间的这种这个情绪和这个电脑特效之间的这个呼应，他在拍的时候，当然这个是肖战最擅长的东西了，对吧？啊，画面感、代入感，自己的一个这个情绪构建的能力，这个是他最擅长的了。那这个真的很难，
真的很难。你让你一闭眼，你想象你面前有一个崩塌的世界，你真的很难做出来这样的表情或者这样的这个情绪的一个连贯性。这就是演员的优势。对，肖战作为演员真的是，就是他作为演员也是天赋级的。回到这个世界了，这个应该就是特效了。这个插头松了是你们在评论区告诉我的。啥玩意儿跑下去了？哎，不是，给我解释一下这个动画呢？这是什么东西？这个好可爱啊！我再看一眼这个动画，怎么有带刺儿带毛的就爬下去了？是个啥？啊？龙年是吧？哦，再看一眼，上面还挺可爱。哎，咻！